也是红气养人了。确实啊，今年又来了。我在去年的节目当中呢，就是表现出色。这个不是我自己说的，是我问了 AI。去年我上完节目之后呢，好多人夸我，还有人跟我说什么女孩子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生物，女孩子都香香软软。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说法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女孩子是各种各样的，为什么一定要香香软软的，对吧？对啊，我们又不是什么法式小面包。但是直到最近，有一个零食品牌找我直播，当时真的没有忍住，我说我就是小面包，我香香软软，可能因为我太谄媚了吧，最后没有接到这个商务。上完节目之后呢，好多人说记住了我的自信，还有一些姐妹跟我说很羡慕我的天生自信。哪有人天生自信啊？咱们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医生在产检的时候指着那个 B 超单说：“哎呀，你这个小孩啊，先天性自信呐。”然后等这个小 baby 在产房里面出生的时候，他就做自己。我是从小到大都很胖的，所以我不是天生自信，我就是天生胃口很好。哇，真的，我的胃口好到什么程度？当我第一次听说开胃这个概念的时候，大为震撼。我说啊，胃还有闭上的时候呢？你们还得叫他开门吗？你们怎么叫啊？你说喂。给胃叫生气了，胃说第一。谢谢你们喜欢这个梗啊，这个确实是我今年写书最喜欢的一个梗啊，没有任何原因，就是荒谬啊。我以前其实都很自卑的，我最自卑的时候是青春期，因为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把班上最胖的女生和最胖的男生拉郎配。对吧？初中都禁止早恋，而我在包办早恋。我跟那个男生啊都没有说过几句话，我们两个人不敢，因为我们但凡有一点互动，其他人就你看，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大堆呀。真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两个人当时特别像那种被强制营业的 CP， 我跟他都想解绑。但粉丝们不同意。我跟他想解绑有一个方法，就是有一个人呢要瘦下来，但我瘦不下来，所以他必须给我瘦下来。到后面我疯了，我看见他坐在那儿我就生气，我说你运动啊，你跑步啊，你再不跑我就追你了。你不跑我就追你了。同学听到磕疯了，哇，他逃，他追，这一大堆，好，都懂啊，都是磕过 CP 的人。但这个说实话不是我当时最害怕的，我当时最害怕的是体检称体重。都懂啊，因为我每次围站上那个体重秤啊，好多男生围过来起哄，那个场面万人空巷。那会儿就已经像女明星了，但其实那个体重秤更像女明星，我像她的保安，因为是我在。别看了，走，我们称老师不拍照。这就是我的青春，所以我当时真的看不了一点青春片，因为你们那些女主角啊，要么天生大美女，要么丑小鸭逆袭。一个能代入的都没有啊！你们看过《初恋这件小事》吧？对吧？它讲的就是女主为了男主一路逆袭的故事。但你们可能忘记了，女主角有一个胖胖的闺蜜，
他也有自己的 crush。我当时带入他看了半天，结果看到他一直在帮女主追男主，我真是恨铁不成钢。我说小胖龟呀，你就没有自己的男人要操心吗？后来那个女主角啊，她不是丑小鸭逆袭变得很漂亮了吗？好多男生都很喜欢她，结果小胖龟还是黑黑土土的。我当时真的很生气，我说我们不是闺蜜吗？你美白不叫我，学化妆不叫我，哦，吃饭你倒是叫我了。而且你还不吃，能不能管一下我们普通人的死活好不好？哎，能不能给我们普通人拍一个青春片啊？真的，能不能至少给我们造个梦，对吧？如果让我拍，我就拍里面那个女主角，她也胖胖的，什么都没有，但她就是很自信，因为她身边的人都很正常友好。比如说，当女主课班上最胖的男生走在一起的时候，其他人只会说：“哎，你看，真是一对普通的两个人啊。”当女主体检称体重的时候，围过来一圈男生当她的保安，说谁都别想看她的体重。旁边医生说：“啊，我也不能看吧。”当女主因为有了 crush 开始身材焦虑饿到晕倒的时候，闺蜜递过去一个小面包，说美丽没有天花板，你看你多香香软。而且为了男人不值得，因为没有4菜1汤的爱情就像一盘散沙，风一吹就不好吃了。我朋友听了我这些设想啊，他说你说的这个不是青春片，是舌尖上的中国。不得不承认啊，姐妹们，目前的环境催生不出来这样的青春片，所以真的，如果你们觉得自己不够自信，你就装，你们别管，你先装他一个疗程的。如果你实在不会装，你现在在兜里装一个 vivo S30，等一下哇 ，Live Photo 神器。拍出鲜活的自己，好好看看你们自己到底有多美好。事实证明，谄媚是可以接到商务的。而且我们仔细想，你装自信没有任何损失，哪怕有人过来问你说你凭什么那么自信呢？不要理他，掉头就走，因为你确实不知道为啥。就像我也不知道以前为什么要自卑一样。谢谢你们。我是单口喜剧演员小鹿。婚姻是2个人的事情，但婚礼是我1个人的项目。这个婚它在劫难逃，我绝经了我就绝后了，我就没有卵用了。我觉得我们喜剧之王非常有可能诞生一位女王。小鹿有一点断层的优秀，我觉得他是很利落，非常全面。他就是我觉得线下线上都是最棒的脱口秀演员。我觉得他太厉害了，完全我的精神偶像那块。这个女人该死的完美。小鹿去年那个表现，不当魔王谁当魔王？我实在是说不出魔王这2个词，搞笑魔王听起来就很荒诞。小鹿姐在我们心里，其实说实话，她肯定是魔王，但是也很像自己的姐姐。她主动把我们来的早的女演员都拉了个群。女性改稿互助会，我到上海，咱当天晚上我去演开放麦，演完了我们几个就说吃点啥咋的。小鹿女士，来咱们都长点心吧，来找一个地方咱们一起改稿，来快点的，把你电脑打开来，别说别的了，然后就一个一个的过每一个人。但凡弱的就赶紧拿掉。他在对于上下文，他没有什么必须要留住的。哎呀，那是大改特改，改到早上，真的像班主任似的。我们等于一起备赛了几天，就是因为我节奏特别不对，然后小鹿就想给我示范。我觉得现在我见到小鹿，我觉得她是我的老母亲。她就是像大姐一般的存在，她就很女侠。我觉得大家都有在从小鹿姐、从付航他们2个人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他们现在正在走的路，我去年就在走嘛，所以我非常希望姐妹们不要轻易自我否定，要坚持讲你自己很想表达的东西，相信自己非常厉害。让我们掌声有请
小鹿。谢谢，哎，好像刚才没有见到我一样。哎，很开心啊，今年不用比赛当老友了，做脱口秀真好哈，年纪轻轻就可以倚老卖老啊。我和付航今年迭代了去年的老友啊，去年的老友庞博横向调动为主持，去年的主持喜提毕业啊，脱口秀也搞降本增效了啊。老友的作用呢，其实就是稳住老观众，衬托新演员，托举他人，献祭自己，老友记嘛。所以大家能听得出来啊，现在的出梗已经有一些调皮了啊，这就是我今年的喜剧风格啊，笑不死风啊，我就会讲那种观众会笑，但又不至于威胁你们生命安全的笑点，你们听完之后统一的反应都是哈哈笑不死。当然，如果我这么控制还是太好笑的话，那就说明姜还是老的辣。要是真不好笑的话，那就说明姜乃是你们的辣。脱口秀比赛好啊！我们每年来这里，带着自己最好的段子啊，最大的野心和最严重的心理问题，一顿厮杀，最后只有一个人会含笑上岸，而其他所有人都将大获失败，或者小获一些不为人知的失败。就是那种啊，你还上过节目啊的失败。哎，太残酷了啊！残酷的就像这个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行业一样啊。但人呢，又没办法不比，就连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瞎比比，那都源自于当年我们在爸妈的身体里拿了那次游泳比赛的冠军。那是我们第一次拼命。你当时游完了，上岸了，以为完事儿了，一抬头发现，哎，人生是铁人3万项，在羊水里的日子都是海选。一出生，恭喜你获得了参赛资格啊！我第一次接触到"看看别人家孩子"这句话，当时我只有1秒大。我出生的体重5斤2两，隔壁床的孩子8斤4两。我妈当时看着我说："咦，这孩子怎么缺斤少两的？"我爸说："哎呦，是不是没生完？"除了跟别人家的孩子比哈，我是家里的2胎，从小我还得跟我哥哥比啊。小时候我家里所有人都会夸我哥，说这孩子聪明，就是调皮，夸我都是这孩子踏实，就是踏实。踏实这个词一听就脑子不太好使，并且小腿很粗的样子。确实是这样。踏实这个词啊，从不单独出现啊。从小我就知道，踏实肯干懂事是我的核心竞争力。小时候上山砍柴，我哥非要不走路，他非要我奶奶背。我奶奶看着我，我说我不用背。我奶奶说："小鹿真乖，比你哥懂事。"于是我奶奶背着我哥，我背着柴。我好开心啊！我赢了啊！我既懂事又有柴。哎，我奶背人，我背柴，我哥好惨，人财两空，笑不死。作为一个踏实孩子，我确实很肯干。但我今年在干完60场专场之后，我的嗓子失声了啊，说不出话了，跟今天的付航一样，被命运扼住了喉咙。我当然也没有这个备用的嗓子嘛，所以我只能取消了演出，在家闭麦了10天。那个感觉怎么说呢？无语了，大无语事件。我无语之后呢，我妈这辈子第一次对我进行了正面管教。她跟我说："你不要再拼了，你已经很棒了。"
天哪！突然听到这句话，东亚小孩，我的天都塌了。哎，你已经很棒了，在我听来就是，虽然你没有获得更大的成就，但你这辈子就这样了。这是人说人的话吗？这不是我说我家狗的吗？啊，没有在沙发上尿尿，你已经很棒了。你才已经很棒了，你们全家都已经很棒了。我这才哪到哪儿啊？哎，我妈吓得我都开始反省了。我想呀，到底是什么事情让我的父母突然放弃了我？是我哥突然出息了吗？也没有啊。我赶紧回复我妈，我说妈，我还可以更好的。我妈秒回我说也是。啊，你现在生个孩子比啥都好啊！你看你哥啊，书读的不多，但现在2个孩子都这么大了。我说我看我哥啥，2个孩子都是我嫂子生的，你带的，我看我哥过得有多爽。我妈说呀，这你跟你哥比啥？哎，又不让比了。你发现啊，父母这个评判标准真的是说变就变。小时候跟你说好好读书比啥都强，现在跟你说生个孩子比啥都强。以前跟你说人这辈子得做点事儿出来，现在跟你说人这辈子得做个人出来。2个更好啊，3个最佳。我不是不想做人，我只是不喜欢别人教我做人啊。我现在确实也想生小孩了啊，但我想生小孩不是因为我觉得生个孩子比啥都好，而是我觉得生个孩子怀着孕来比段子比啥都好。哎，你想一下，如果我能怀着孕来比赛，那简直是喜剧之王炸，对吧？比好了是带球过人，没比好那是其他演员没有素质。不给老弱病残孕让位啊！但是啊，我一直都没有怀孕啊，看来我的孩子不想为喜剧而生。我办的游泳比赛没有人下水啊！我现在突然意识到哈，怀孕本质上就是一场服从性测试，只有那种在娘胎里就想比的人才会出生啊！一出生就被比，所以叫 baby。现在知道我优化掉哪位老友了吧？王建国的大业后继有人了。其实我今天想说的就是，生而为人，就说明你天生爱比啊，爱比不是病，想赢不丢人。你不是好胜心重了，你就是 DNA 动了啊！咱们爱比就多比啊，都别装不比哈，最烦装不比的人了。好，谢谢大家。谢谢小鹿。喜欢小鹿表演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缺啥补啥是吧？掌声再给小鹿。谢谢。今天这个建国若隐若现的这篇稿子，不好意思，朋友们 ，I'm back。是你自己要这么写，还是国仔在里边有所注意啊？有了一些这个 KPI 吧什么的，就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我一直很喜欢建国去年说的，他觉得人应该调皮一点，但是在正常的世界里好像不能被容忍。然后我喜欢在这个舞台上尽量多的去展现这些东西，而且我有时候感觉大家对于谐音梗有点歧视了。但其实巧妙的谐音梗真的很好玩，但是现在大家有点被驯化了，就是一听到谐音梗扣钱，我感觉这样有点，其实是多少有点这个歧视我们谐音梗。已经是你们谐音梗。他这篇稿子其实讲的东西还挺认真，但是用了很多这种奇了歪斜的这种小包袱，就显得他这个稿子又认真的在说东西，然后又让大家的气氛非常的轻松的讲了一个沉重的事儿，是吧？是，就是我觉得写这个关于比的这个话题，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喜欢云淡风轻的人，喜欢特别松弛不争不抢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
被培养的方向就不是那样的人。就像我从小被鼓励的方向是踏实肯干懂事，这样的人你怎么可能突然长大就松弛了呢？对吧？这样的人你往往长大之后就是一个别扭、焦虑、不酷的大人。所以我觉得，可能当我们意识到，可能我更想成为的是什么，而我又不是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先接纳这个阶段的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是如此的焦虑，如此的拧巴，如此的想要，那我去接受这个东西，直到我不想要的那天，让它自然发生。我也觉得人在表达的时候，始终在寻求一个能让自己相信的一个方式。就是您想的这一套，不是说只有您信了才能说。其实您想出来跟大家说的时候，在不断的一次又一次加深大家的印象的时候，同时也在给自己鼓劲儿，也在自己觉得对我是有这个想法，然后我越说我越能坚定，越说越能坚信。对，所以说特别好。就是这个一个很沉重的话题，用这么俏皮的方式，一遍又一遍的鼓着自己往下走，特别好，特别厉害。谢谢。天真姐也是去年一路看好小鹿，支持小鹿。对，我觉得小鹿去当了魔王呢，既高兴，就是你可以不要那么大压力了，我又觉得遗憾，因为我还是很想看你比赛的。等等啊，这个人生还长。对，就我去年看了你线下的那个中女时代的专场嘛，然后今天讲的整个稿子其实又是全新的东西，又是一个全新的视角，所以我觉得你的创作能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强，这个再次感叹一下。我觉得这个舞台上就是能够像一个照妖镜，不对，就是像一个镜子一样，能够照出每个人的，就照出每个人的自己。他是小腿粗壮的你，今年确实跟去年活儿不一样了，今天开始有舞蹈了，开始进行一些舞美。其实你在这个舞台上，从去年包括更早的时候参加的一些比赛，其实都看见了你一路的成长，你的自己的那一切已经在这里蓬勃的发生了，能感受到你更多的成熟跟能量。然后我就是很希望你可以一直在。会的。一直都在，老演员一直都在，新演员不停的来。我感觉整个场子是属于你的，这里是你的家。我跟你一样，成长的环境过程当中，极少的被肯定和鼓励，说的最多的也是踏实。那我听了你的这个段子，我感觉疗愈了我一点，就是最起码我当过一次赢家。哈哈。哎呀，笑不死。我也就当过那一次冠军，游泳比赛的那一次。我觉得你有这种魔力，就是你可以掌握笑，还有笑不死、大笑，你可以掌握大家的情绪，只是你选择怎么做而已。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厉害。谢谢你。而且小鹿为什么跟建国这么熟？因为小鹿今年除了是魔王老友之外，也在跟国仔还有很多其他编剧朋友一起，都在帮助我们这些演员，一直在改稿。这个在座的应该很多朋友也都受到了小鹿，包括大家的帮助。谢谢你，谢谢。很开心。了不起。但是谐音梗这个手艺就别往下再传了啊！太多咱也受不了。确实，我们这个环节依然是魔王挑战环节，分数最高的那个人就拿到复活金牌，他可以为他们组再多赢得一个晋级名额。那么会有哪些人选择挑战魔王小鹿呢？请起立。宋万博、徐指导、枪宇。这是咱们去年西单的10强唯一幸存的选手。我相信翔这次那一年，第一轮继续打魔王，也能跟去年一样，继续获得1块金牌吧。魔王挑战赛，我觉得首先陆姐魔王就很难打了，然后最后于翔宇起来的话，可能会把这个气氛再掀到第2个小高潮上。我是非常相信徐指导的水平的，我觉得徐指导去挑战小鹿，我非常 OK， 我觉得会非常好看。这个激烈程度，咱们就是说不言而喻吧。掌声有请宋万博。大家好，我是宋万博啊，我从事单口喜剧有10年了。博博老师是毋庸置疑的前辈，现在很多人老提石摸入教，其实当年是石摸入教博。我跟博博，我们15年开始就一起演出了。伯伯是15年跟我一起走上单口喜剧舞台的。
15年吧，15年就开始在一些小剧场，在一些酒吧、咖啡店演开放麦、演专场、演拼盘这样一步一步。宋万博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专场的脱口秀启蒙。他专场我都是坐火车去，然后连夜坐火车回沈阳。17年的元旦，他的专场，那个时候还是在北京单立人四合院里边摆个40-50张椅子，我坐底下。下面这个演员呢，他的这个段子特别有态度，被我们大家认为是硬核喜剧的代表，让我们掌声欢迎博博。宋万博有4个专场，然后之前一直在演线下。他是一个很自洽的人他没有为红不红这件事情感到焦虑过。我觉得，尤其是跟他同辈的演员，大部分人都已经被很多的观众朋友们看见了，然后他一点都不着急。我觉得这个定性真的是很强啊。宋万博是个小老头，青春洋溢的小老头。几个了这是？博博特别像老年人用电子产品。就是你从业10年了吧，你总觉得这个10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这试一试呢，对吧？而且小鹿，我觉得我们上回同台是2年前了，然后上次一块参加比赛应该也是17年了，我觉得可以再找回一下我们一起同台竞技、一起同台演出的那个感觉吧。加油，博博！大家好，我是宋万博。今年我的人生取得了重大突破，我找到了女朋友。我是在交友软件上找到的。说实话，一开始有点犹豫，因为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不要用那玩意儿，上面男男女女都可乱了，不是啥正经地方，你别下载。我下载了。使用感受怎么说呢？就一个男生啊，一个男生，如果你不是特别帅的话，你是感受不到乱的。我用了1周，这哪乱了？挺正经的呀，我都加了一个考研群了，每天打卡背单词。我跟我朋友说，这跟你讲的不一样。他说有没有想过是你的问题？我说是我不好看吗？他说难看。就你长得太正了，你特别像我们教导主任，不想找你谈恋爱，只想找你背单词。我说你说这个简直荒谬啊！他说对 ，ridiculous。哎，我平时背没这么顺呢。还有你长得有点朴实，我最烦朴实这个词，因为朴实意味着土。每次有人说我朴实，我都会想起一个山村老大爷捧着个筐子，水果滞销，帮帮我们。我想谈恋爱，帮帮我吧。但我得承认，虽然我长得朴实，但我心里并不朴实。我不是我这张脸的人，只是长成了这个样子。我就这么说吧，很多男生心里头都住着一个渣男，只是被他糟糕的外表锁住了。当然也有些没锁住。我坦白说，我在交友软件上，我看过男生。我想法很简单，我就想看一看是谁在乱，谁有资格乱。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20左右的男大学生，他照片就是一般是在卫生间的镜子里，拿着手机对着，另外一只手把 T 恤撩起来，塞自己嘴里。坦白说 ，T 恤我也有。但我差的是 T 恤吗？我要是把 T 恤撩起来，特别像30天减肥的第1天。有些人会问，在交友软件上什么样的人会受到欢迎？长得帅的人。有什么疑问吗？长得帅的人在哪都受到欢迎。我当过帅哥。我不帅，但是我当过帅哥。我就是当过。就去年，我大姨来北京了，当时我还没有女朋友，她问我有对象了吗？我说没有，长这么帅没对象。这句话暖了我1整年。我6岁那年，她也这么夸过我。
暖了我30年。去年到期了，又给我续上了。我衷心希望我大姨长命百岁。但我真正体会过帅哥待遇是20年前了。当时呢，我是一个转校生，高中嘛，而且20年前流行一部偶像剧叫《王子变青蛙》，有人说我像那个男主角明道，还有人说我像阮经天。像不代表帅，像2大帅哥却不帅，感觉像是集2大帅哥缺点于一身。但在我们学校传遍了，还有一个 slogan 说台湾省2大帅哥强势登陆河南，会有女生手牵手来看我，你能想象他们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一失望就会撒气儿。一般是练体育的女生打头阵，一脚把门踹开，那个像明道的人出来，我看一眼。像个屁呀！我说不像明道，也不能像那个吧。这还只是轻度的，中度的一般发生在课间的时候。我喜欢趴桌上睡觉，更增添了神秘感。想象一下，转校生，教室的后排，课间喜欢睡觉，符合校园帅哥的一切设定，就差帅了。会有女生头从那窗户那都钻进来了，就他一瞪我看一眼，我看一眼，我看一眼，看。我谁把气门芯扒了？这还只是中度的，重度的一般发生在放学的路上。放学路上，我走着走着会突然听见后边有女生冲到我前面，这样。她的闺蜜，帅吗？关键是我招谁惹谁了。但我也不怪他们，我觉得要怪就怪那个第一个看完我失望回去那个女生。你失望的回去了，你也不告诉别人，感觉我被全校的女生都骂过了，对吧？她看完丑死了，一点都不帅，丑死了。别人问长得怎么样，我觉得还可以。这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你们去看吧，没准喜欢呢。丑死了！后来我打听了一下，是谁在造这个谣说我们班有一个女孩，她特别喜欢看偶像剧，当然她只是说我长得像，但是造成那个后果，我要报复她。我报复她的方式非常极端和残忍。我说她长得像刘亦菲。你们可能不太了解，20年前刘亦菲在男生心目中是什么地位，相当于20年后刘亦菲在男生心目中的地位就没变过。我也让你尝一尝被大家轮番唾骂的滋味，但我忽略了一点，就是这个女生啊，首先人家底子好，其次呢，就是当时男生的审美呀，很容易被舆论操控。看着看着自己信了，还真有点像哎。从此有一个新的谣言产生了，说高2 6班呀有一对金童玉女，明道和刘亦菲。刘亦菲不错，明道有些 ridiculous。那就说到这里，感谢各位，谢谢伯伯。参加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再次谢谢波波。波波确实讲脱口秀时间很长了，可以说你算不算是北京第一批就开始讲脱口秀的那批演员？算第1.5批吧。对，我跟伯伯是15年认识的。对，那时候大家就骑着电动车在北京的胡同里一起赶场，还有期末，我们那时候就很早，还有教主，
再到单立人成立，大家就一起都这么多年一起过来。对对对，我觉得博博他就是一直以来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种非常沉稳的风格。就这么多年，我觉得他也是那种非常坚持自己，而且不会轻易妥协、被改变的人。那我多问您一句，您不是说现在开始谈恋爱了吗？找到自己另一半了？您这段关系是怎么开始？是怎么好上的呢？就是在交友软件上认识，然后在线下见面，慢慢就好了嘛。好，我以为会有那个，就是更加那什么的详细。其实就是非常 old school 的那种，我们一块儿去逛公园、压马路。嗯。庞博，快控场！真的没有，我也在等，真的没有反转啊，没有反，哦，是纪录片啊，很纪实，很纪实。但是我认为，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手艺活里，当你在认真的做自己的本职工作的时候，他就特别有魅力，他就特别帅。刚才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就特别帅。谢谢。我其实特想用一词儿，你不觉得他特摇滚吗？是他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很硬核的一个人。对，就有什么说什么，我就这样。你说我还是他？都有，我只能说都有，都帅。我想问问博博，为什么这么多年此刻才来参加节目呢？因为今年突然想挣钱了。就是其实我觉得年龄大了吧，年轻的20多岁的时候，你不觉得钱是什么问题，但突然觉得，你年龄大了之后，觉得不挣钱是一种很自私的行为。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上次跟小鹿同台是23年了，我觉得可以再找回一下我们一起同台演出的那个感觉吧。挺好。博博现在获得了气氛组的3票，请你先回座休息。感谢各位。下一位要上场的演员来自北京喜番俱乐部，我们掌声有请喜番ED徐指导。徐指导在线下是无论什么场子，他都不会讲凉。就他经常演出的时候，你就感觉很安心。你想说今天有徐指导，那这场演出肯定不会差，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稳的人。当年北京的最强新人，他是当年不输良言的线下炸场王。他比喜番新梗赛赢了我，确实就是人家的这个段子呀，梗的密度啊，就是说的心服口服。我是一个兼职演员，平常还会在北京一家国企干财务工作，然后业余时间来做这个。哎，大家晚上好，晚上好。因为有单口喜剧，我才选择找了这么一份工资也不高，但是非常稳定的工作，所以我应该是性格还是属于稳中求进的这么一个人。我因为七七去年来过嘛，所以那个相对我们来能踏实一点，就很多东西就是可以学一学，问一问啊，帮一帮啊，看一看啊，管一管啊，学一学。领导，好的领导，翻了6番，翻了6番。谁挑战魔王？一般来说，新人挑战魔王，大家会给你一些个勇气分。试试吧，那就徐指导打吧，因为你那一篇无论在哪儿都会很出色。行，我打。稳住，我觉得用饱满的状态把段子讲好，不会差的啊，我坚信。找到，加油！来点劲儿，来点劲儿！你们好，我叫徐指导。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节目。我来的时候选战队队长的时候，我选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演员当队长的第一志愿，就是刘洋教主。因为我很希望跟他能一起在那里并肩作战，并肩作战了15分钟，被打下去了。我本来想让队长好好领导我，我现在想办法捞块牌子捞队长啊。
我从小是家里老人带大的啊，我对我的爷爷评价一直都挺高的。我觉得我的爷爷姑且可以称之为是个慈善家，啊，就主要的这个慈善方向是这个缅北这一块啊。就我的爷爷在被诈骗这一块就是天赋异禀，可以说是老天爷骗他饭吃。因为他身份太特殊了，我的爷爷是一个专攻于草书的书法家。名字叫徐德伦啊，就如果你们真的好奇的话，就等下演完出你们可以去搜他，啊，但是你们不要去骗他，因为我马上就要讲到别的骗子是怎么骗到他的，这些都是吐槽我爷爷，不是跟你们介绍我爷爷的使用方法。因为我爷爷是一个民间老艺术家，他很渴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被大家认可。骗子就会拿捏这个心态，比如我爷爷经常会花重金买回家里一些你一听这个世界上他就不该存在的奖项。前段时间家里多了一个奖状，叫中华书画4大魁首，上面4个头像：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徐德伦。4个头像，就1个彩色的。今年我过年回家，饭桌上我的爷爷非常开心，啊，说一家人都回来了，想开瓶茅台。我说爷爷，咱们都自己家人，没有必要喝这么贵的。只见我爷爷大手一挥，掀开帘子，里面露出了一箱长得像茅台的酒。我说爷爷，咱可都自己家人，要不稍微喝点贵的。我爷爷拿出了其中1瓶假茅台，各位，我看了一眼那个假酒的包装，我就明白这个骗子有多么懂我爷爷。就那瓶假茅台的包装正面跟你们见过市面上的真茅台长得一模一样，完全正常。它的背面印刷着一整套的这个徐德伦草书作品。我说你俩啥时候联的名啊？我爷爷说刚开始合作，主要是人家对爷爷这个草书作品的认可。这1箱酒，茅台12瓶，人家卖我328。不是这茅台2000块钱1瓶的酒，怎么印上德伦草书跟散白一个价了？这是对你德伦草书怎样的认可啊？这德伦草书可太牛了，帮家人们把价格打下来了。我不想伤他的心，我还是陪他稍微喝了一杯。就朋友们，我平常也是喝过点白酒的，但我真没喝过假酒。假酒那个味道和口感，我当时尝了一口，我说怎么这个封面上这个草书它是渗进去了吗？茅台啊，我第一次喝出了墨香型。我爷爷还让我评价，他说孙子，你看爷爷这个草书在酒瓶子封面上写的怎么样？我说爷爷，从味道上来看，你写的绝对算是入木3分了。但是从内容上呢，我认为一个茅台品牌的酒啊，是不该允许你在上面写这个牧童遥指杏花村的。骗子是越来越猖獗。2023年。我的爷爷在老家接到一通电话，表达了对他书法作品的肯定，说希望我的爷爷可以交点报名费去北京写书法，要炒作他。于是我的爷爷，一个退休30年、一辈子生活在辽宁省的一个传统东北体制内老干部，在自己84周岁那年，毅然决然决定北漂。我说我是听说人这个73、84有那么2道坎儿啊。但我没想到84这道坎儿能迈得这么的宏伟。就徐德伦先生在他84岁要迈的这道坎儿叫山海关。我当时还在北京读研，毕业季正在找工作，不是很顺利。我刚失败了一家单位的面试，我回学校的路上，我爷爷还给我打电话说：“孙子，那个爷爷在北京找了个工作。”我说：“你春招比我还顺利呢。”那个你毕业先不要着急找房子啊。我准备上北京跟你合租，我从老家多带几瓶酒过来，咱俩天天下班一块喝。我说有点分不清哪句话更吓人了。我
我从来没想过这么个结局。我从辽宁省我考来北京大城市，我好不容易找了工作落下来，然后跟爷爷合租。这是不是太绝望了？在大城市跟爷爷合租，在大城市我白天不是已经当过孙子了吗？啊！跟爷爷合租，各位你们有人跟爷爷合租过吗？你都没法跟你的合租室友拎着合租室友之间该立的合租规矩啊，用到爷爷身上太不合理了。你说那个爷爷啊，咱俩不能用同一个 WiFi 啊，咱俩上厕所得排队，还有最重要的，未经我允许，你不能私自带我奶奶过来过夜。但我尝试稍微理解了一下我的爷爷，其实老年人希望自己有价值。我爷爷就是很希望努力能让自己的作品火，想挣点钱给我买房子。但他现在在他这个方向，就是越努力，我离买房越远，我离合租越近。骗子最过分的就是这点，他会利用老年人的这种亲情。他那个骗子直接就跟我爷爷说，只要你愿意来北京啊，把这个钱交了，我就会炒作你，将来你1平尺的书法作品就能在北京买1平米的房子。我爷爷听完，现在拿着那个笔和纸就要来给我弄套房子。上一个这么有底气的书法家呀，叫神笔马良。我说咱是不是太敢信了啊？1平尺好几万，你按他这个说法，我爷蹲地上在那写比印钞机都快。我爷就鲁迅笔下的老黄牛不过如此了，喝的是假酒，写的是真迹啊。你感觉宣纸想升值都该给我爷爷用，蔡伦造纸就是为了德伦用纸。上周我跟我的爷爷说，我说有一个单口喜剧的节目找我，我下周准备去一趟上海，我准备带着你的名字上节目，争取咱爷俩起码火一个。我爷爷听完笑了，说你是不是叫人骗了？好了吧，谢谢各位，谢谢你们。谢谢徐指导的表演，喜欢他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谢谢徐指导的表演啊，在这儿也跟这个徐德伦老先生喊话一下，我们这正规节目啊，爱奇艺做的啊，有那个具体的细节我让真勇给您打电话汇报一下啊。爷爷说你的孙子在我手上。不过徐指导也是有一小梦想，说想把这个德伦老先生的作品带到更多舞台上跟大家见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哦，可以。哦，哇！因为我爷爷平时写草书，然后他这次特意写了一个就是简体中文，然后这是大概前天，然后我才跟他坦白我要讲他，因为他到现在也不承认自己被骗嘛，所以。然后我跟他说，爷爷，我准备那个上节目，主要是宣传你书法。然后家里人也这么骗啊？哎呀，相欺相骗一家人，挺好。那你爷爷知道你要挑战小鹿这么一个有压力的一个环节吗？我爷爷应该不认识小鹿老师。但我确实那个跟我爷爷聊过这个事儿，我说那个哪怕就是只讲1篇，然后我也讲这个事儿，然后哪怕只讲1篇，咱就尽量跟就是特别喜欢的老师们一块儿打一下 PK 一下，交流啊，交流。刚才那个庞博老师也说了，说您是喜番的小舅子呀，什么小舅子？不是没有一姐吗？你不是一弟不是？那小舅子也差辈儿了，怎么能小舅子？因为我当时签这个俱乐部的时候是21年，我当时大概刚讲了3、4个月，然后喜番就已经看好了这个新人，想榨取他的剩余价值了，所以很早就签我。但我当时俱乐部只有77一个女演员，然后大家就叫她一姐。但我一个新人，我当时都没上过几次商演舞台，你很难说我是一哥，所以大家叫一弟。因为我跟您那个经历比较像，我也是跟爷爷奶奶长大的啊。您说爷爷今年80，爷爷是41年生人吗？我爷爷是40年生人。哦，40年，因为我爷爷是41年生人，然后我爷爷也爱买假酒。不是他爱买，是他真的认为那是真酒。对，我爷爷也是，我爷爷这次还让我给节目组带呢。我说就算了，我说人家工作都挺忙的，喝你这喝坏肚子了，怎么推进啊？他不是坏脑子的那玩意儿。
啊，问题是我跟我爸买得起真酒，他也不行不喝。他说你都让人骗了，说你这玩意儿，他说我年轻时候这玩意儿卖不了那么贵，这现在我跟你说这外边炒的都你找黄牛买的，就得喝这便宜的，这是真的。茅台就该散着打。对，说人家原厂直接给的是吧？啊，特别好，特别好。我也喝过那种酒啊，是我父亲啊在网上买的。但是跟您那儿不一样，它后面没有这个草书啊，但是一眼也就能看出来，那个应该不是正宗茅台。我感觉您这个脱口秀表演也是墨香型的，感觉好像很有文化啊。我以为说我是假的呢，还是怎么墨香型？其实我听你讲你跟你爷爷的段子，我觉得很温馨，就是因为我们这代人好像比较少，这跟再上一代人有那么多交互的故事，然后能从段子里听出你们俩是感情真的好，对，然后你爷爷也是个非常爱你且很可爱的人，所以我觉得你就是把他的那种形象描绘的非常的生动，然后我就会觉得是一种那种不是那种很强烈的、很刺激的感觉，但是一种很温馨的另外一种风格的脱口秀的感觉。明白。你的创作有进行过除了脱口秀之外的更长的文本创作吗？剧作或者是小说之类的？我还没尝试过，因为我其实时间也不是很多，我也是兼职演员，我还有一份本职工作是在做财务。对，就我感受上你好像是一个文本比较强的人，所以我在想也许你可以试一试。明白。因为我觉得你有很多细节的表达是很好的。我觉得你有可能会写出特别好的剧本，就是这是我的一种直觉啊。行，那我试试吧。那有这方面机会吗？就是咱这边。有的话，我当然愿意。就是我工作也没那么忙，说实话，就是。徐指导确实很厉害，在线下很多比赛里面都拿到了很好的名次，也是拿到过梁岩杯冠军的人，打破了梁岩的拿金牌记录。就很奇怪，就他叫梁岩杯，但很多人拿过这个比赛冠军，不知道为什么。谢谢你带来这么其乐融融的表演。回去也可以跟咱爷爷说啊，想联名也可以思路打开，统一春福无糖茶，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咱们这个书法这一块啊，不一定非得是入木三分的墨香，也可以是咱们余韵悠长的茶香。给咱爷爷带一箱回去，这个多喝点健康的，好吧？我看徐指导拿到了气氛组的3票满票，那么这一轮挑战最后一位上场的朋友。他去年也是新朋友，清清白白的哲学应届生，欢迎于翔宇。Hello， 大家好，我是于翔宇，我又来啦。什么亚里士多德呀？多劳才能多得。我爸妈说了，在外面累了就常回原生家庭看看。我觉得你有一种蛊惑人心的能力。他跟小罗一直是我们节目的文本双子星啊。去年于翔宇他是一个黑马的姿态，给了大家很大的冲击。他上一期可是一个纯新的人哦，他能迅速的适应这个节目，我觉得他已经很厉害了。确实，上一季播完之后反响不错，很多观众喜欢他。确实也忙了一些其他工作。人累死累活一辈子，就为了追求一串数字。女皇说好热，这锅属于你们。火辣辣的范老师，请你多批评。现在回到喜单，就感觉有点像原声节目。好，回原生家庭看看，回原生家庭看看。就是回来之后就会觉得很熟悉，甚至有时候你还想干点活。有人想打魔王吗？我可以打，我可以打。然后觉得要是能为团队争取一点啥，还挺好。那愿意就是让他打魔王，有没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我寄予厚望，我觉得很有希望。我认为于翔宇能打赢魔王。我认为能。可以。我认为咱能去香港。加一。必须能，这就是我们的凝聚力。在新队比赛第一，比赛第一。Hello， 大家好，我是于翔宇。去年录完节目之后啊，我确实变化还挺多的。现在已经开始有亲戚找我办事儿了。我上个月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跟我说：“翔宇，你表哥被抓了。”
我一问，说是因为我哥开店不小心收了一笔诈骗的赃款，要配合调查，现在被抓到了上海，联系不上，然后问我说：“翔宇，你看能不能找个人去看守所把你哥弄出来？”我听完直接懵了，我上哪儿找人去？我在上海认识的全是脱口秀演员，屁用没有，只会幽默。我要是问他们，你们有什么路子能去看守所吗？说咋的？你想去看守所演出啊？那你去不了，那里明星太多了，你咖位不够。我实在不知道咋办，我就寻思帮我哥找个律师，但你也不知道上哪儿找，就打开了大众点评。哎，大众点评真的有很多律所，但那些好评你也不敢信，就跟饭店一样，很多好评一看就是刷的，说这家律所位置好找，不用排队，判的死刑立即就执行了。而且选择一多吧，你就会想找一个最划算的。我最后给我哥精挑细选了一家4.7分的律师事务所，团了一个3.9块的刑事辩护套餐。现在想想真的荒谬，穷病乱投医呀！3.9块的刑事辩护律师能干嘛呀？法官说无期，律师说行。我哥在那儿，我到底犯什么罪了？贫穷。后来我哥当晚就放出来了，但这个事儿对我冲击特别大。就是我本来以为我能不用搞关系、找人情，靠自己就能生活下去，但其实我靠的就是啥事儿上网搜。你说亲戚问我翔宇，你在上海有人吗？我说我有人工智能，有问题找夸克。夸克 AI 超级框，啥都能回答，就是搜商高。亲戚说翔宇，你要不先搜搜怎么提高情商吧？其实从上大学开始，家里亲戚就会说，你出门在外，以后工作要靠人脉的，要多和那些比你厉害的人来往。但是比我厉害的人凭啥跟我来往？不都说人脉的本质是资源置换，人图我啥资源啊？图我网盘资源。我直接给爱奇艺 CEO 发私信，我有影视资源要跟你置换，我拉你进资源群，你让我进娱乐圈，感兴趣出来吃个饭，我还有海底捞大学生优惠。哎，但是我现在能意识到吧，有些事儿你只靠自己确实很难办。我去年刚来上海的时候看过一次病。就我脚这里烫伤一块，然后一直化脓不好，你上网查贼吓人，是会发烂发臭，然后截肢。但是有烫伤科的医院呢又特别少，我一看号至少要等1个礼拜，我说那不用看了，直接截肢吧，喜剧之王单脚记。然后我找了半天，发现唯一能挂到的就只有那个特需门诊。他的意思就是你不用排队了，但是同样的医生，你直接挂50，特需门诊1000。我说，哎，这怎么医院还有迪士尼速通卡呢？我要不还是排队吧。我就发现人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你哪怕是看病，也会下意识考虑性价比，就真的要钱不要命。身体的事儿不着急，啊，不就是排队排到死吗？至少能玩上1个项目吧，啊，飞越太平间。然后我就问我上海的朋友说，怎么看病能更方便一点？他们就跟我说，那就找人呗，啊，我不用排队，我哥是肿瘤医生。我说，那你天天得肿瘤？他说不是，我哥会带我去其他科室再找人。那医院也是小社会，能关照的地方肯定会优先亲友嘛。为啥是亲友优先呀？不应该是 IC 优先吗？以前也没人教我这些呀，我只知道学医救不了中国人，不知道学医能救自己人呢。难道医学生宣誓仪式的时候问咱们为什么献身医学？为家人谋福利。
我说实话，我也不怕你们笑话，就是我以前觉得我不想搞关系，是因为从哲学上讲啊，就是人想要公平，那我自己也得先做到吧。那这样我就算过得再差，但我至少是个好人吧。但我现在觉得，这不就是精神胜利法吗？就啥都没有，但是贼有态度。因为你现在想要过得好，你要么就有关系，要么就有钱，但我就是2样都没有，空有一身正气。但是嘴硬，我没钱，也没关系，都没事儿，好人一生平安。谢谢你们，魏翔宇。谢谢于翔宇的表演。喜欢他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掌声再给祥子。哎呀，干什么呢？喜剧之王单脚戏啊你啊！脚还没好，没有。这个去年祥子是黑马新人的代表，成长的非常快，今年就要挡在新人面前要挑战魔王了。天真姐和大林去年是看着祥子一路冲杀过来的啊，今天又看到是什么感受？你干啥了这半年多？找钱找关系。我挣了一点钱，然后帮我妈把那个钱还了。今年这黑马感觉更多了，啊，这明显骆驼有点不够用了，你这个。但我觉得整个总体来说真的是还挺好的。60分，我知道，我自己知道。没有，我真觉得还可以，挺好。而且，作为上一季的新人，这一季的老人，在这个时刻挑战小鹿，我觉得也很有勇气。因为比如说王悦也好，那时候门枪也好，包括之前我们去年见过的老朋友，今天的改变其实都换了另外一个方向，甚至说了点别的。你骂谁呢？不是，我嘴巴沾了。真是，我以为拿嘴写草书呢，我以为跟这儿。直替你说话，我告诉你，知道吗？祥子这篇稿子，我们发现他的难点在于，他像以往一样跟大家就是在聊年轻人的困境。我们一定会走到那个就是没有办法那么快能解决那个困境的时刻。那可能这篇内容就是像他以往一样，把困境也展示给了大家，就是让大家心里也迅速的想到了那些无助时候的自己。我刚刚在边上看，我觉得大家是听进去了，包括咱们新朋友大鹏导演听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认真。我想请教一下，就是你对我刚才那个表演有什么看法？我还能点评嘉宾呢，我要给你拍灯。啊，我想听你说一说。我觉得整体真挺好的，就是让你认真点评了呀，这是。我觉得不能，怪不得找不着关系呢。这样你就正常说。我觉得大鹏哥是一个特别真诚的人，他也没想跟你开玩笑。整体台风其实真的都挺好的，从去年录到现在，所有嘉宾表演整体台风就是很松弛，真的挺好的啊。然后稿子再打磨就 OK 了，非常好。我特别感谢你给我提的这个建议，我希望未来还有机会我再进步。然后呢，我就是现在开始点评你了啊！因为为什么我想听你的意见呢？是因为我觉得你是哲学系的，你肯定会解决掉我的很多困惑。我就非常非常期待你的这个表演当然这个表演也符合我的这个期待因为它其实是年轻的朋友们的一个痛点，你给站在台上你说出来了，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儿。这个痛点，咱没有办法给予答案，我觉得谁也没有办法最后能带着一个明白，能够走出去，最后下次不看病的时候避免这样的问题。但是你面对这样的问题说出来，我觉得你就很了不起。谢谢大鹏老师，谢谢祥子带来的表演，也谢谢气氛组给于翔宇的3票。那我们请宋万博和徐指导回到舞台中央。这一组有行业的老兵，也有今年的新人，也有去年就冲出来的黑马，加上小鹿4位也都是拿到了气氛组的满票。最终这一轮魔王挑战的结果如何？我觉得小鹿赢。
伯伯他的段子有那种很轻柔的感觉，就是很轻柔、很文学的这个部分在，我很喜欢这种段子。徐志导他的文本跟技巧，我觉得是没话说的。他在舞台上的那个劲儿，我觉得是非常有力量的，表演节奏也非常好。祥子他有很强的舞台感染力，我都是祥子的能力，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小鹿就是一如既往，非常非常的稳。我觉得他非常忠于自己的就是内心，他就想要用他的内容服从他真正的价值观，我觉得特别好。最终这一轮魔王挑战的结果如何？请看大屏幕。哦。恭喜于翔宇186票，3票之差，挑战魔王成功。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统一春福无糖茶。恭喜于翔宇获得这面复活金牌，同时为自己的队伍也争取到了多一个晋级名额，祝你福气加倍。那根据咱们的规则，徐指导和宋万博虽然是非常优秀的成绩了，但是因为票数没有超过魔王的票数，要暂时到我们的待定区。离开这个主舞台之前，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吗？关注这个德伦草书小某书。啊，是这样，因为那个号是我妈在运营啊，但是那个不是假号，因为那个小某书最大的年龄是75，然后上面先写的75，然后给他发私信什么也注意点，就是啊，对，然后紧接着就是那个因为这边还有很多没表演的，就是里面大多数都是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然后也希望大家就是可能等下真挺累的，但是那个能把表演看完，谢谢各位啊。其实还蛮开心的，就是感谢你们，感谢。谢谢波波，请两位暂时前往待定区。我真是有点不好意思，然后不，你们且听我说完，其实我比你们懂脱口秀，我知道这个内容没那么好，然后大家比赛是一个赛制，但是赢了还是有点不好意思。我想说一下，大家不是说觉得你讲的不好，而是对你的期待太高，就是大家把你当一个超级冠军去期待的。好，知道了，你别说话了，保护好我嗓子吧。好嘞，恭喜于翔宇晋级，谢谢大家。波波专场我也看过，他的演出我也看过，我还跟他一起比过赛，他都非常强。但是因为我去年大家认识我了，像徐指导、博博在这个线上的节目还没有那么多现场被大家认识，所以我肯定是占了点便宜。只能说下一赛段尽量呈现一些更好的内容，尽量好好写。哎呀，他保住了我们喜丹十强的尊严。哎呀！马上挑战还在继续，表演还在继续。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位，也是去年就来过这个舞台上的一位朋友，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位演员。他要上桌吃饱，说出的是很多人的心声。我们掌声有请美丽可爱的喜番一姐七七。你好，我是七七，去年参加了喜丹的第1季，今年又来参加第2季了。其实我去年挑战大魔王的时候，我是很紧张的，我是感觉自己不会晋级，我是做好了拼死一搏，老娘今天就此一战，老娘今年就你这一回，我是做好了这样的准备的。但今年我觉得我心态上也是更有自信了。我今年的目标就是我希望可以尽我力所能及的一些力量，可以帮俱乐部这些弟弟和姐姐，帮助他们走得更远。大家好，我们是喜番喜剧。其实我去年不是一个人来录节目的嘛，然后其实周围也没有什么很熟悉的人，我是感到非常孤独的。但这一次呢，跟他们4个一起来，我就感觉更孤独了。没有，我们4个孤立你，敢孤立一姐，我是不是一个好一姐？是。一姐好一姐，一姐会随时随地就是对我们教一教，讲一讲，随时随地动员会是吧？好，一姐说2句啊。
我觉得我们肯定都没有问题，大家就放轻松，不要害怕，人没有恐惧就是无敌的。这个话是我自己创造的，这是我的座右铭。七七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他是我的定心丸。那我们就简单的再拍个掌吧，站起来！站起来，好嘞，好嘞。好，一起喊，一起喊啊！喜欢无死，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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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放松就没问题了。好。这一年来呀，也是红气养人了。确实啊，今年又来了。我在去年的节目当中呢，就是表现出色。这个不是我自己说的，是我问了 AI。去年我上完节目之后呢，好多人夸我。还有人跟我说什么女孩子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生物，女孩子都香香软软。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说法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女孩子是各种各样的，为什么一定要香香软软的，对吧？对啊，我们又不是什么法式小面包。但是直到最近，有一个零食品牌找我直播。当时真的没有忍住，我说我就是小面包，我香香软软，可能因为我太谄媚了吧，最后没有接到这个商务。上完节目之后呢，好多人说记住了我的自信。还有一些姐妹跟我说很羡慕我的天生自信，哪有人天生自信啊？咱们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医生在产检的时候指着那个 B 超单说：“哎呀，你这个小孩啊，先天性自信呐。”然后等这个小 baby 在产房里面出生的时候，他就做自己。就是我是从小到大都很胖的。所以我不是天生自信，我就是天生胃口很好。哇，真的，我的胃口好到什么程度？当我第一次听说开胃这个概念的时候，大为震撼。我说啊，胃还有闭上的时候呢？你们还得叫他开门吗？你们怎么叫啊？你说喂，给胃叫生气了。胃说第一，谢谢你们喜欢这个梗啊，这个确实是我今年写书最喜欢的一个梗啊，没有任何原因，就是荒谬啊。我以前其实都很自卑的，我最自卑的时候是青春期，因为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把班上最胖的女生和最胖的男生拉郎配。对吧？初中都禁止早恋，而我在包办早恋。我跟那个男生啊都没有说过几句话，我们两个人不敢，因为我们但凡有一点互动，其他人就你看，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大堆呀。真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两个人当时特别像那种被强制营业的 CP， 我跟他都想接榜。但粉丝们不同意。我跟他想接榜有一个方法，就是有一个人呢要瘦下来，但我瘦不下来，所以他必须给我瘦下来。到后面我疯了，我看见他坐在那儿我就生气，我说你运动啊，你跑步啊，你再不跑我就追你了。你不跑我就追你了。同学听到磕疯了，哇，他逃，他追，这一大堆。好，
啊，都懂啊，都是磕过 CP 的人。但这个说实话不是我当时最害怕的，我当时最害怕的是体检称体重。都懂啊，因为我每次我也站上那个体重秤啊，好多男生围过来起哄，那个场面万人空巷。那会儿就已经像女明星了，但其实那个体重秤更像女明星，我像她的保安，因为是我在，别看了，走，我们称老师不拍照。这就是我的青春，所以我当时真的看不了一点青春片，因为你们那些女主角啊，要么天生大美女，要么丑小鸭逆袭，一个能代入的都没有啊。你们看过《初恋这件小事》吧？对吧？它讲的就是女主为了男主一路逆袭的故事，但你们可能忘记了，女主角有一个胖胖的闺蜜，她也有自己的 crush。我当时带入她看了半天，结果看到她一直在帮女主追男主，我真是恨铁不成钢。我说小胖龟呀，你就没有自己的男人要操心吗？后来那个女主角啊，她不是丑小鸭逆袭变得很漂亮了吗？好多男生都很喜欢她，结果小胖龟还是黑黑土土的。我当时真的很生气，我说我们不是闺蜜吗？你美白不叫我，学化妆不叫我，哦，吃饭你倒是叫我了。而且你还不吃，能不能管一下我们普通人的死活好不好？哎，能不能给我们普通人拍一个青春片啊？真的，能不能至少给我们造个梦，对吧？如果让我拍，我就拍里面那个女主角，她也胖胖的，什么都没有，但她就是很自信，因为她身边的人都很正常友好。比如说，当女主课班上最胖的男生走在一起的时候，其他人只会说：“哎，你看，真是一对普通的两个人啊。”当女主体检称体重的时候，围过来一圈男生当她的保安，说谁都别想看她的体重。旁边医生说：“啊，我也不能看吧。”当女主因为有了 crush 开始身材焦虑饿到晕倒的时候，闺蜜递过去一个小面包，说美丽没有天花板，你看你多香香软。而且为了男人不值得，因为没有4菜1汤的爱情就像一盘散沙，风一吹就不好吃了。我朋友听了我这些设想啊，他说你说的这个不是青春片，是舌尖上的中国。不得不承认啊，姐妹们，目前的环境催生不出来这样的青春片，所以真的，如果你们觉得自己不够自信，你就装，你们别管，你先装他一个疗程的。如果你实在不会装，你现在在兜里装一个 vivo S30，等一下哇 ，Live Photo 神器。拍出鲜活的自己，好好看看你们自己到底有多美好。事实证明，谄媚是可以接到商务的。而且我们仔细想，你装自信没有任何损失，哪怕有人过来问你说你凭什么那么自信呢？不要理他，掉头就走，因为你确实不知道为啥。就像我也不知道以前为什么要自卑一样。谢谢你们。谢谢七七，谢谢带给大家的表演。喜欢七七刚刚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大家。该自信的时候自信，该谄媚的时候谄媚，分得还是很清楚啊。张弛有度。确实，去年天真姐就跟七七聊了很多，是不是？就去年就很喜欢七七，然后这一年她也穿了我们很多我的那个大码女装的衣服，然后她穿过的都卖得很好。哇，双向奔赴了。今天这件也是，今天漂亮，很漂亮，又带货了。回去必
不是闭麦，听到了吗？田正杰。啊，谢谢。常带货。谢谢。我觉得七七就是可以在舞台上耍起来了，就他之前就可以，但现在好像可以耍得更开，就是会有那种整个舞台都是我的，观众也都是我的，就你整个传递的快乐能量是非常强的，从头到尾。很喜欢你最后的那个底，就是自信虽然没有什么理由，但自卑也是没有理由的。对，我现在觉得我们要像恨自己一样去爱自己，要像觉得自己不好一样去觉得自己好，因为只有我们觉得好的时候，我们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一定要相信自己。就是我们常常谈爱自己，到底什么是爱自己呢？假设没有外界的人肯定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是自己永远的朋友、后盾，我们是自己最能给自己能量的人。所以我觉得任何情况下不要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不要去成为自己的敌人，这才是真正的爱自己，就是永远的支持自己。对，我这恨我们的人也太多了吧，至少自己站在自己这边，好不好，姐妹们？你今天一来就是感觉这是你们家客厅。然后来了很多好朋友。哎呀，我家人在上海有这么大，这太好了。哎，你别说着回卧室了，啊，就特别好，非常的松弛。然后其实就我们为什么总要看别人眼光，是因为我们做一个事儿，我们自己觉得有用，它叫意义；别人觉得有用叫价值。其实不一定非得做有价值的事，自己觉得有用就得了啊。我觉得七七已经找着了，我们也使劲，我们也赶紧找着他。哎呀。那你努力吧。七七这个表演里还提到了一个关于青春片的设想呢，那这要不压力给到大鹏导演？您您觉得他这个设想怎么样？我对青春片特别不了解，我这拍的大部分都是喜剧啊。但是刚才他提出来的那个架构啊，是一个很有趣的设定，向您学习。希望以后有机会吧，我感觉就是看完他那个表演，刚才天真一讲，当时我就说，哎，拥抱一下我自己，我就觉得纠结了一天的问题可以放下了啊。演的，对，演没那么好也无所谓了，就是很治愈我，很治愈我。我觉得你的表演特别的好，是我看过录制到目前为止特别厉害的。哎呀！我今天晚上觉也睡不着了，记得找我，鹏哥。你说的是拍戏对吧？啊，拍戏。好嘞，确实啊，这个七七的这个自信也是赢得了大家的喜爱跟关照，获得了气氛组的3票。那挑战继续，对面的朋友要考虑了，要不要挑战七七？我们如果要，就在倒计时结束之前起立。